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。当发展越来越快，我们究竟靠近了幸福，还是远离了宁静？当拥有越来越多，我们究竟拓展了生命，还是放大了欲望？当联系无处不在，我们究竟更懂彼此，还是更难回到自己？老子在第80章中，用一种极端而清醒的提问方式，把繁华与安静、扩张与节制、聪明与朴拙放在同一张天平上，邀请我们重新校准生活的重量。他说：小国寡民，时有神百之器，而不用，使民众死而不远徙。虽有周瑜，无所成之；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。使民复结绳而用之。人们甘于自己的食物，觉得自己的衣服美好，安于自己的居所，乐于自己的风俗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彼此可闻，但人们到老死也不互相往来。这段话表面看上去像是一幅世外桃源式的社会蓝图，小国寡民象征着国家规模小，人口不多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紧密。虽然有先进的器物，但不用它们来扩张欲望与破坏平衡。人们珍惜生命，不轻易远徙，不因贪欲而四处奔波。虽然有舟车交通，但不去频繁使用；虽然有武器装备，但不去陈列炫耀，也不用来发动战争。甚至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，还回到了结绳记事的古朴阶段。这样的社会，人人知足常乐，安于饮食与服饰，居有所安，习俗淳朴。哪怕邻国近在咫尺，鸡犬之声都能听见，但人们一生也不必相互往来。这是一个极其宁静，几乎脱离现实政治竞争和物质欲望的生活理想。它既带有某种乌托邦的色彩，又透露出老子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批判。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，列国争霸，兵戎不断，人口频繁迁徙，技术的发展也往往服务于战争与权力扩张。老子借助这种对比，提出了一种与现实完全相反的社会想象。他似乎在告诉我们，一个理想的世界并不是靠武力扩张、交通频繁或技术繁荣来维持的，而是靠一种质朴而安宁的心态来支撑。那么这一章的思想如果放到今天，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呢？我想可以从2个层面来思考。现在社会制度层面，我们不妨以现代世界中的一个真实案例来观察，那就是瑞士这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小国，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了与老子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有几分相似的特质。瑞士国土面积不大，人口也远不及欧洲大国，完全可以用小国寡民来形容。几百年来，瑞士保持着中立的立场，不卷入欧洲列强的战争漩涡。从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，瑞士就确立了永久中立国的地位，直至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，他依然坚守不参战。这一点与老子所说虽有甲兵而无所陈之的精神相呼应。瑞士并非没有武力，事实上它拥有严格的民兵制和足以自保的国防体系，但这些武力从未被用来挑衅或扩张，而是维持一种低调而稳定的安全环境。这种选择让瑞士在欧洲漫长的战火中保持了社会的安定，也让国民在动荡的大环境里依旧可以安其居、乐其俗。不仅如此，瑞士的制度也以高福利和强烈的社区自治而闻名，社会安全网健全，教育和医疗都能保障大部分民众的需求。瑞士人因此能够更容易地做到甘其食，美其服。人们不必陷入无休止的竞争压力之中，而是能够在基本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兴趣和家庭幸福。
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与老子所强调的让人民重视生命、不轻易远徙也有着内在契合。因为在瑞士，社会整体的安稳减少了人口大规模迁徙的必要性，人们往往安于自己的社区和小镇，不必被迫离乡背井去追逐生计。瑞士还有一个特别的面向，那就是它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休闲与度假之地。阿尔卑斯山脉不仅是自然景观的象征，也成为滑雪与疗养的圣地。大量欧洲人将瑞士视为身心放松的目的地，享受自然的纯净与生活的宁静。这种现象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，哪怕在高度现代化的欧洲，人们依然向往那种老子式的质朴与安宁。现代人在繁华与喧嚣中寻找慰藉，最终依然会被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所吸引。瑞士的存在让我们看到，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并非完全脱离现实，而是可以在现代制度下找到某些体现。它并不是要人类回到石器时代，而是要提醒我们，制度的目标并非无止境的扩张和复杂化，而是保障一种安宁的、知足的生活状态。瑞士的中立政策、高福利制度，以及它所营造的安全感与生活满足感，正好可以看作是老子思想的一种现实投射。中华武术历经数千年的积淀，博大精深，既是一种技艺的展现，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。从古至今，无数先贤以武立身，以武养德，将它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。武术并非只是招式与力量的比拼，而是蕴含着深厚的哲理与精神，它有自己的道。所谓习武，不仅是锤炼筋骨，更是磨练心智。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习武之人，懂得武力的存在不是用来欺负弱小，而是用来守护自身与家人，并在必要时伸张正义。这种态度与老子所说的虽有甲兵而无所陈之暗暗相合。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时时展示，也不在于随意使用，而在于关键时刻能守护安定，平日里却能保持克制与沉静。正如一个习武者每天锻炼身体、磨练意志，表面上似乎是为搏击做准备，但他真正获得的是一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对内心的掌控。习武之人的修行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，那就是以止戈为武。也就是说，武术的最高境界不是不断战斗，而是通过力量与修养，让冲突不必发生。老子在这一章所强调的让人民重视生命、不轻易远徙，其实也有类似的意味。他希望人们能够珍惜自己的生存状态，而不是因为欲望和争斗而不断流离失所。同样，习武者之所以强大，是为了让自己更安心地安其居，而不是为了把他人赶出家园。如果我们这一理念放到现代社会中，也能得到深刻的启示。今天很多人过度追求外在的竞争与比较，把生活看成一场没有终点的比拼。但真正的修养不在于赢过别人，而在于掌控自己。一个有修养的习武者懂得收放自如，懂得在力量和温和之间找到平衡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也意味着在职场和家庭关系中学会克制，不必用自己的优势去打压别人，而是用自己的修养来创造稳定与和谐的环境。所以，当我们读到老子所说“虽有甲兵而无所陈之”时，不妨联想到一个练武多年的大师，他虽有高强的技艺，却并不以炫耀为乐，更不会轻易伤人。他的力量最终让自己和身边的人生活得更加安心。这正是个人修养层面的道家智慧，也是现代人最容易忽视却最需要的一种境界。老子提出的不仅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构想，更是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一面镜子。他提醒我们，无论制度如何发展，无论科技如何进步，
如果人心不能回归质朴和满足，那么幸福就永远不可得。老子的智慧在于，他并不排斥技术与文明，而是要求我们保持警惕，避免被他们的力量所奴役。在这里，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：在今天的世界里，我们是否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，依然保有那种邻国相望而不相往来的心态？不是说不与他人交往，而是说能否在交往频繁的同时，保持自足的内心，不被外部的纷扰左右。这或许就是老子留给我们的终极启发。而在接下来的最后一章，老子会如何收束整部《道德经》的思想？他会给出最终的总结，还是提出更高层次的智慧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我们将进入《道德经》的最终章。老子将会告诉我们关于语言、关于真实与虚饰、关于善与利的深刻思考。这将为整部经典画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句点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《道德经》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